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幕低垂，屏东火车站依旧保持着它那古老而朴素的模样。车站内的灯光昏黄，空气沉闷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凝滞了。此时已经过了午夜，站内没有了喧嚣的乘客，只有几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在走动。偶尔有一列货车低沉的轰鸣声远远传来，打破了这片死寂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周围的街道空无一人，月光穿透铁轨上的缝隙，洒落在站台上，形成一片静谧的光斑。偶尔几阵风吹过，带起车站四周老旧墙面上的尘土，仿佛一切都被时间遗忘。这个夜晚，屏东火车站显得尤其孤独，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沉重感。赵斌是一位新上任的一班工作人员，刚刚完成了入职培训，今天是他第一次独自值夜班。尽管外面传闻着这个火车站经常会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人们说车站内常常能看到不明的身影，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但赵斌并不相信这些。他觉得这只是过于紧张的同事们为了打发寂寞编造的故事。毕竟车站大多数时间都是空荡荡的，哪里有什么鬼影。但当他穿上那套制服，拿起手电筒走进寂静的候车厅时，他的心情却莫名有些沉重。这个晚上特别安静，甚至连月光都显得格外冷清。随着他走过空荡的候车室，他注意到天花板上旧式的电风扇微微晃动，发出吱呀一声又一声的低鸣，空气仿佛在压抑着什么。赵斌轻轻晃了晃脑袋，试图赶走心头那股莫名的不安。他知道这种静谧的夜晚容易让人胡思乱想，于是他加快了步伐，走向车站大厅的一侧。那是他今晚的巡查路线。整个大厅异常空旷，唯一的声音来自于车站角落里的钟表，它发出低沉的滴答声，提醒着他时间的流逝。忽然一阵寒意扑面而来，赵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他转过身，试图通过手电筒的光线确认周围的情况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但就在这时，光线忽然扫过大厅的一角，他愣住了。远处的角落里站着一位身穿旧式铁路制服的男子，那人背对着他，似乎正站在原地不动声色。赵斌的心跳顿时加速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确认光线的方向，那人依旧站在那里。他微微皱眉，不确定这人是否是刚刚还在附近巡查的某位同事，或者是误闯进来的乘客。毕竟这个车站晚上确实很少有人来，出现个陌生人也不奇怪。他迈步向前，心里默默想着，是时候该去问问他了。然而就在他跨出几步的时候，那名男子忽然转过了身。赵斌的步伐一顿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几乎失去理智。那人脸上的表情十分空洞，眼睛没有一点神采，仿佛被无形的黑暗吞噬了。更让赵斌感到不安的是，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显得异常苍白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喂！赵斌试图开口，但他的话语在看到对方的眼神时突然哽住了。那双空洞的眼睛如同两潭深不见底的死水，死死地盯着他，仿佛能看到他的灵魂。赵斌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呼吸变得急促，他不敢再向前走一步，身体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住了。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，那名男子却毫无预兆地转身，消失在了大厅的另一侧。他突然恢复了动作，猛地转身，眼睛死死盯着空荡的大厅。然而什么也没有，那名男子就像是从未出现过一般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赵斌的心跳急剧加速，脑中一片混乱。他试图寻找合适的解释，是幻觉吗？还是他太累，产生了错觉？他深吸一口气，企图平复心情，但脊背的凉意却丝毫没有消散。他走到大厅的另一边，手电筒的光束照亮四周，空无一人，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安静的异乎寻常，连风声似乎都被屏蔽掉了。赵斌试图用理智说服自己，这只是个误会而已，或许只是看错了，但他不敢再继续留在大厅里。他转身加快了脚步，回到值班室，他的眼睛始终紧盯着每个角落，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。然而那个身影的画面依旧在他脑海中盘旋，挥之不去。夜深了，
车站内一片寂静。然而，赵斌总感觉周围似乎隐藏着某种无法言喻的东西，潜伏在阴影中，静静等待着下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。赵斌回到值班室后，整个车站似乎更加安静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依旧感到一阵不安，双手不自觉地紧握着那根手电筒，空气中的压抑感更加明显。窗外的月光依旧冷冷洒进来，照得屋内显得尤为苍白。他不断回想刚才在大厅里见到的那个人，那个穿着就是铁路制服的男子，深深陷入他的思绪中。只是看错了，他低声自言自语，肯定是太累了，眼花了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他的心情依然无法平静下来，手中的手电筒微微颤抖。他起身走向车站的另一侧，准备继续巡视。车站那么大，空无一人，能在这个孤寂的夜晚看到陌生人，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。他走过昏暗的候车室，再一次经过那片空旷的大厅。大厅内灯光昏黄，墙角的影子拉得很长，犹如黑暗中的怪物。赵斌心头的那股不安再次涌上心头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迈着沉重的步伐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他又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声音，脚步声，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像是从远处传来的，紧接着便消失了。赵斌的脚步也不自觉地放慢了，他的心跳开始加快，额头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。那声音就像有人在远处走动，脚步声清晰可辨，甚至有点沉重，但回头望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难道是老鼠？他勉强给自己找个解释，转过身继续向前。然而，正当他准备走回值班室时，他猛然停下了脚步。那声音又来了，这次不是轻微的脚步声，而是清晰的哒哒声，仿佛是有人在大厅里走动。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直到他能够感觉到那脚步声的节奏和重量，仿佛就在他耳边。赵斌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，脊背泛起了冷汗，心中的疑虑和不安开始慢慢转变为恐惧。他再次低头检查手电筒，尝试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正当他打算走向声音的源头时，脚步声突然停了。什么情况？赵斌喃喃自语，心中升起一股不明的恐惧感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，也许是过度疲劳导致的错觉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决定继续前行。走到大厅的另一边，他举起手电筒，光线扫过空荡的大厅，每个角落都显得异常宁静。忽然，光线扫到角落时，赵斌眼睛猛地一亮，他看到了那个身影。那个人依旧站在那里，背对着他，身穿的还是那件旧式铁路制服，身形消瘦而挺拔。赵斌的心脏猛地一紧，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几乎无法动弹。不是吧？他想，难道是同事留下的，或者是有人悄悄进站了？他深吸一口气，慢慢走近那人，准备打破这份诡异的寂静。但是，当他靠得越来越近时，心中那股不安感愈加强烈。他发现，那人似乎并没有听到脚步声的接近，依然静静地站着，毫无反应。赵斌慢慢地靠近了那人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。就在他快要接近时，那名男子忽然缓缓转过身来。赵斌的心猛地一跳，愣在了原地。那人的面孔依然模糊，几乎没有眼睛，只有深不见底的黑洞，没有一丝表情。那张脸苍白，没有生气，仿佛一张死人的面容。赵斌瞬间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脊椎蔓延到全身，浑身上下的毛发都竖了起来。他不敢再继续靠近，迅速转身准备逃离。然而，就在他一转身的瞬间，他听到背后那人冷冷的声音：“你不该来这里。”那声音没有任何感情，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，低沉而沙哑。赵斌的身体几乎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他回头看去，却发现那个男子已经消失在原地。大厅空空如也，连一个影子都没有。幻觉赵斌的内心挣扎着，但却无法平复心中的恐惧感。他的头开始变得晕眩，四周的空气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。他强迫自己深呼吸，却发现空气越来越冷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压迫力让他无法呼吸。他慌乱地跑回值班室，锁上门，靠在门背后，呼吸急促而沉重。此刻，他的脑海中一片混乱，心脏依然跳得很快。
仿佛随时要爆炸一般。他无法理解，那个他刚才看到的人究竟是谁？那种不真实的感觉让他陷入深深的恐慌。整个车站仿佛成了一个无法逃离的迷宫，围绕着他，注视着他。突然，房间里的钟表咔嗒一声响起，赵斌猛地抬起头，看到时钟的指针正指向午夜时分。车站的所有灯光忽然闪烁了2下，紧接着整个车站又恢复了死寂。赵斌闭上了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外面一切又变得寂静无声，但他知道，那个声音，那个男人并没有离开。他没有发现，远处的站台上，某处阴影中，有一双空洞的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他。赵斌坐在值班室内，神经紧绷，双眼时不时地扫视着四周。每一次墙角处的阴影似乎都在悄然移动，每一阵风吹过都带来一股莫名的寒冷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整个车站的空气仿佛充满了某种无形的威胁，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。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决定再做一次巡视。尽管他心中已经充满了恐惧，但他知道，如果今天不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很可能会永远无法平静下来。他走出值班室，手中握着那只微微发热的手电筒，心跳不断加快。走廊里静悄悄的，灯光昏黄，几乎没有任何声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霉味和旧物的腐朽感。赵斌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车站内显得格外清晰，每走一步，他就感觉自己越陷越深。就在他走到大厅时，忽然听见了那熟悉的脚步声，哒哒哒。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虽然清晰，但却无法辨认出声源的位置。赵斌的心脏猛地一沉，他站住了脚步，双手紧握手电筒，视线集中在声音的方向。空气似乎也随着脚步声的出现变得更加沉重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尝试理清楚头脑中的混乱，可能是有人在车站附近活动，或者是某个同事忘了关灯，留下了什么东西。可不管怎么想，他知道今晚的这股恐惧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，几乎让他无法理智地分析局势。他转过身，循着脚步声的方向走去，每一步走得更加小心翼翼，生怕打破这份诡异的静默。然而脚步声却依旧停留在远处，仿佛始终与他保持着某种微妙的距离，既让他无法确认它的来源，又逼得他不得不追寻下去。当他走到大厅的中央时，脚步声突然停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寂。赵斌心中一紧，他停下脚步，紧盯着前方。大厅内空无一人，唯一的光线从远处的铁道口透过破旧的玻璃窗洒进来，照得整个大厅一片苍白。突然，他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丝动静，他猛地回头，那人又出现了。那个身穿旧式铁路制服的男子正站在他身后，距离他不足3米。赵斌的心跳瞬间加速，他强迫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尽量避免引起对方的注意。然而他无法移开视线，仿佛那人身上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，强迫着他去注视。那人缓缓转身，面对赵斌。尽管赵斌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一切，但当他看清楚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时，他依然感到一股无法名状的恐惧。那张脸苍白，嘴巴微张，眼睛却空洞的像2个黑洞，深邃的让人不敢直视。赵斌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四肢仿佛失去了力量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。这时男子开口了：“你不能离开。”他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冰冷。赵斌听到这句话时，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。那种空洞的眼神，没有温度的声音，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，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“你是谁？”赵斌勉强鼓起勇气问道，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。“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那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地举起一只手，指向远处的黑暗角落。赵斌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那里弥漫着一层浓重的黑雾，模糊的视线让他无法看清。突然他感觉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仿佛有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正在逼近。他的眼睛紧盯着那个黑暗角落，心中产生了莫名的恐惧。那个地方似乎隐藏着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他急忙转过身，试图离开，
但身后的那个男子依旧站在原地，眼神依然死死盯着他，仿佛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赵斌迈开步伐，快步走向车站的出口，但却发现出口的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走不掉的。那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近乎冰冷的低语仿佛在他耳边炸响。赵斌的身体剧烈颤抖，他用力拉着车站的门把手，但门仍然紧闭。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，恐惧如洪水般席卷而来。他开始感到窒息，四周的一切仿佛都在逼近他。就在他绝望的猛拍门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回头看去，刚才站在大厅的男子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车站依旧空无一人，只有空荡荡的铁轨在远处呼啸，仿佛在讥讽着他无法逃脱的命运。赵斌喘着粗气，依旧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他的脑海中充满了疑问和恐惧，这到底是幻觉，还是某种无法言喻的存在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心跳依然剧烈，却仍然决定继续往前走。尽管他知道那个男人的阴影已经开始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底。赵斌艰难地呼吸着，手掌在冰冷的门把手上紧紧地抓着。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眼前的景象，车站依然空无一人，但那个穿着就是铁路制服的男子，那个死气沉沉、眼神空洞的身影，似乎正悄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猛地放开门把手，环顾四周，整座车站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笼罩着，阴影在每个角落中游走，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充满了压迫感。赵斌的内心更加焦虑，脚步不自觉地加快。他决定再次离开这片让他无法喘息的空间，哪怕是拼命逃跑。他转身继续走向车站的深处，心中疯狂地思考着如何才能离开这里。就在他经过候车厅时，突然一阵低沉的声音打破了寂静。你不该来的。那声音再次传来，但这次比之前更加清晰，更加刺耳。赵斌猛地停住脚步，心脏跳动得像雷鸣一样剧烈。他回头望去，那个人又站在了候车厅的中央，依旧是一副苍白无比的面孔，眼睛空洞如死水，死死地盯着他。赵斌的双腿已经变得沉重，像是灌了铅一样，完全无法移动。他试图开口，但喉咙干涩，根本发不出声音。那人朝他走来，脚步缓慢而坚定，仿佛每一步都在拖动赵斌的灵魂。空气越来越冷，甚至连他体内的温暖似乎都在一点一点消失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一直出现在这里？赵斌终于结结巴巴地问道，眼中充满了恐惧与困惑。他不敢再回头看那个黑暗的角落，生怕自己再看到那片浓雾和那双深邃的眼睛。那人没有回答，而是继续靠近，每一步都仿佛在逼近赵斌的极限，让他感到窒息。最终，那个男子停在了赵斌的面前，低垂的眼皮下闪过一丝古怪的光。你看到过他了吗？男子终于开口，声音依旧冷得如同冰霜。赵斌惊愕地睁大了眼睛，看到过什么？那人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指向车站深处，眼神空洞地说道，他一直在这里。赵斌的内心一阵剧烈的颤抖，猛地转头看向他说的方向，那是车站的尽头，黑暗弥漫，几乎看不清楚任何东西。赵斌想要转身离开，但那人却伸出手抓住了他的肩膀。你无法离开了，他说。赵斌顿时感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，整个人仿佛被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紧紧束缚。他想要挣脱，但那只手像铁钳一样将他钳制住，无法动弹。就在他开始绝望时，那人低下头，缓缓地朝赵斌耳边说，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困在他的世界里，你所看见的一切只是他给你布下的迷局。赵斌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他几乎听不懂那人的话。正当他准备挣扎时，突然远处的大厅内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，那声音似乎是来自车站的另一端，低沉而压抑，带着某种无法言喻的恐怖气息。赵斌心中一阵紧张，他不由自主地被那个声音吸引。那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，宛如铁链撞击铁轨的声音，渐渐变得清晰，却又充满了不祥的预兆。他在那边，那个男子轻声说道，似乎已经预见到赵斌的反应。你也许应该去看看。赵斌的心跳几乎要爆炸，他再次看向大厅的黑暗处，那里被厚重的阴影吞噬，
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能感觉到，那个地方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。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惧在他心中蔓延开来。你在骗我？赵斌质疑地问道，声音中充满了恐慌和不信任。可他也知道，无论他相信与否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逼近真相。那些无法用理智解释的恐怖事件，正在一点一点地逼迫他面对不可知的黑暗。那人微微低头，脸上的表情依旧苍白，嘴巴微张，仿佛在轻轻笑着。你以为你看到了什么，但你其实还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赵斌突然明白了些什么，他的眼神变得空洞，仿佛意识到了某种隐藏的真相。他猛然转身，疯狂地朝着那个黑暗的角落冲去，心中一片混乱，却又无法控制地感到一种强烈的驱使。他冲进了黑暗之中，手电筒的光柱在周围摇曳。随着他深入，车站的景象变得越来越模糊，空气变得越来越冷，四周的黑暗似乎在吞噬一切。走廊的尽头透出一丝微弱的光，那是唯一的希望，唯一的出口。然而当赵斌终于接近那束光时，他突然停住了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丧失理智。站台的尽头，铁轨上躺着一个不规则的物体，闪着微弱的光。那物体似乎是某种巨大而扭曲的黑影，无法清晰辨认的东西正不断蠕动，发出低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他无法移开眼睛，仿佛有某种力量牢牢锁住了他的视线。那物体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，仿佛正在向他靠近。你终于来到了。那个声音再度在他的耳边响起。那个人的身影出现在赵斌的背后，低沉的语气仿佛预示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结局。赵斌感到自己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无底的深渊，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逃脱。赵斌的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，眼前的景象如同噩梦般扭曲，无法逃脱。他站在那个黑暗的角落前，目光被那团巨大而扭曲的物体牢牢吸引。尽管那东西的形状模糊不清，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光芒，但他本能地感到那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存在，远超他能理解的恐怖。那物体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，渐渐的，赵斌看到它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。它是一团扭曲的黑色阴影，像是从无尽的黑暗中凝结而成。它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一种病态的光泽，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腐臭气味，仿佛是某种尸体的腐化物，已无法辨认。最恐怖的是，它不再是静止的。随着赵斌一步步靠近，那团黑色的物体开始蠕动，表面闪烁着不明的光点，它的边缘不断扩张，像某种生物的触手伸向四周。那是一种来自地狱的气息，强烈的让赵斌喘不过气来。他是什么？赵斌勉强喃喃自语，声音沙哑，带着无尽的恐惧。这是他的真正面目。那个男子的声音再次在赵斌耳边响起，冷得像冰霜。这就是他在这里的模样，你终于看到了。赵斌转头看去，那人依然站在他背后，冷冷的眼神注视着他，仿佛对这一切早已见惯不惊。赵斌的内心无比复杂，他的脑袋一片混乱，无法理解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。赵斌的声音几乎失去了力量，你说的是什么？他是这里的存在。那人缓缓开口，语气平淡，却透着一种无法抗拒的恐怖。你看到的每一件事，感受到的每一份恐惧，都源自他。他控制着这一切，牢牢地束缚着这个地方，没人能逃脱。赵斌的心中一阵剧烈的震动，脚步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。他已经明白，那东西不仅仅是个怪物，而是某种远远超出人类理解的存在。它不仅仅支配着车站的空间和时间，更在悄然侵蚀着他的理智，逐步把他引向一个没有逃脱可能的深渊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划破了车站的寂静，声音从不远处的黑暗中传来。赵斌惊恐地回头，看到有一道模糊的身影出现在远处的走廊中。那人看上去像是在拼命逃跑，那个人的动作扭曲而慌乱，仿佛正在挣扎着逃脱某个无法抗拒的怪物。但那身影并没有逃得多远，几秒钟后，那人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一把扯住，整个人突然定住，似乎被强大的力量吸附在了空中。
赵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的身体慢慢变形，像是被黑暗吞噬了一样，最后完全消失在了那团扭曲的黑色物体中。赵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的身体本能地想要转身逃跑，但脚步却像灌了铅一样，无法动弹。他想呼喊，但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那团黑色物体似乎感知到了他的恐惧，开始向他逼近，每向前一步，空气就变得更加压迫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紧紧围困。你想逃吗？那个男子的声音在赵斌耳边再次响起，冷冷地道：你逃得掉吗？赵斌的眼中充满了恐惧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无法动弹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身体似乎都不再属于他自己。你……赵斌低声喃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不能动？为什么那人没有回答，而是静静地站在他背后，仿佛早已知道这一切将会发生？你还没明白吗？他声音低沉，你早已经被困在他的世界里，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赵斌猛地抬头，眼中充满了绝望与震惊。他终于明白过来，整个车站，整个世界，甚至他自己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某种力量控制的。那东西不仅仅是在车站里，它的存在早已渗透到了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，甚至侵入了赵斌的意识。你，赵斌喃喃地说道，眼神迷离。我怎么会？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最后几乎听不见。那团黑色的物体终于逼近，伸出无数扭曲的触手，像是要将赵斌吞噬掉。赵斌的身体完全无法反抗，他的视线开始模糊，意识渐渐变得空洞。在那一刻，他终于彻底理解了，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梦魇，而是他无法逃脱的噩梦。就在他即将被黑暗吞没时，耳边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声音，那是车站的广播：请注意，最后一班列车即将到站，所有旅客请准备登车。赵斌猛地睁开眼睛，瞬间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。他回过头，看见车站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穿着普通衣物的老者，似乎不曾注意到任何异样。空气中依旧充满着死寂，四周的阴影仿佛都在等待着什么。他的脑袋嗡嗡作响，整个世界似乎开始扭曲，车站的四周像是被某种力量压迫的变得模糊不清。赵斌开始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漩涡之中，是否真的有出口？或者这一切只是那团黑暗力量布下的更深的谜局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准备继续走向前方，但是眼前的车站并没有出口。赵斌的双脚仿佛被定在了原地，尽管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，但他的身体依旧不听使唤，无法逃脱那股无形的力量。他看着眼前的黑暗扭曲的物体，它的形态逐渐变化，仿佛无数个怪异的面孔在其中浮现、消失，时而是惨白的面孔，时而是扭曲的笑容，它们像被撕裂的纸片一样在黑暗中飘动。赵斌的头脑一片空白，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仿佛自己正被一种巨大的压迫力逼迫着向前沉沦。那团物体仿佛能窥探到他的内心，借由他心中的恐惧不断放大自己的存在感。每当赵斌试图移动一步，那股来自深渊的黑暗力量就如潮水般席卷而来，强烈的让他无法反抗。你无法逃脱的。那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赵斌耳边，冷冰冰的，带着无尽的绝望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所有的路都会引向这里。赵斌的内心开始有一种撕裂感，那人说的每句话都如同一根针，刺入他的灵魂。他试图用力睁开眼睛，想要保持清醒，可眼前的世界却越来越模糊，四周的阴影吞噬了他的视线，地面开始变得软绵，仿佛踏入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深渊。你知道吗？那人没有停下，他的声音依旧冰冷，仿佛在说一件不关痛痒的事情。你来到这里，看到的一切，听到的一切，所有这些都只是一场预演，他一直在等待你。预演。赵斌的声音虚弱，几乎是低喃。等我做什么？那人冷笑一声，等你明白这一切的真相。赵斌几乎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，他回想起自己来到这个车站的所有经过，从最初的好奇心，到逐渐被那诡异的气氛所吸引，再到现在的无法动弹，困于无尽的黑暗和压迫之中。他想要逃避，
想要回到最初的生活，但这一切仿佛注定，他无法走出这座诡异的车站。你已经是他的一部分。那人的话再次打破赵斌的思绪。你一进入这个车站，他就将你锁定了。你以为它只是一个地方，或者一个时刻，但你错了。它是时间、空间的扭曲，是你所有记忆的具象化，是你心中未解的恐惧。赵斌听到这些话时，脑海中的一切瞬间变得清晰。这座车站，这些灵异的事件，原来并不是偶然，而是某种深层次的黑暗力量的安排。它依靠着人们的恐惧和不安，慢慢腐蚀和吞噬每个进入这里的灵魂。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从未真正逃脱过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赵斌颤抖着问道，眼中的绝望已经无可遏制地蔓延开来。这座车站，那人低声说道，它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它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，是连接所有迷失灵魂的交汇点。你现在所见的每一条铁轨，每一座建筑，每一寸空间，都是它用来吸引和捕捉灵魂的诱饵。你以为你走进了一个简单的车站，但你走入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。赵斌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每个字都像重锤一样击打在他心头。他努力想要摆脱这份恐惧，试图理智的思考，但黑暗中的力量越来越强，他的理智被一点点吞噬，思维变得越来越模糊。那人顿了顿，声音冷得像死气。他不需要你理解，他需要的是你的恐惧，你的灵魂。赵斌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，他的双眼开始涌现出无数扭曲的影像，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抓住，猛地扯入了一个无法理解的维度。黑暗吞噬了他的一切，他的意识，他的思维，甚至他自己的记忆。就在这一刻，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进入这座车站的那一刻。那时的他充满了好奇与轻松，原来一切的恐惧和迷失都是自愿而来的。他在无意中打开了这扇门，而这扇门永远无法关闭。赵斌低声呢喃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逃脱。那人并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站在赵斌身后，目光冰冷。赵斌的心跳愈加剧烈，身体开始感到一阵剧烈的窒息。黑暗越来越浓重，似乎正要吞没他的一切。而那个男子，那个一直在旁边冷冷观察的身影，仿佛已经变成了他无法逃避的命运。赵斌闭上了眼睛，最后的一丝理智告诉他，他已经没有选择。他所见到的每一切，所有的恐惧，所有的痛苦，都只是那团黑暗力量的一部分，而他已经彻底成为了他的囚徒。车站的广播再次响起，那刺耳的声音传来，请注意，最后一班列车即将到站，所有旅客请准备登车，一切静止。赵斌没有再睁开眼睛，